快高考了，大胖媳妇被召回铁岭当吉祥物，已经被预定满了。我们一家人要回铁岭了，这回回去因为啥呢？我家男艺人接了几个商务，我跟你说，人家现在这活接的老杂了，艺人演出服都在我兜里面，这是艺人演出服。为啥呢？去年12月份，俺家有个亲戚家孩子考研，考研当天呢，家长都准备的紫裤衩，就东北的这个彩头，指定能行嘛。然后那天呢，大胖媳妇也去他家了，他家当时是人手一个紫裤衩，人家也就热情的赠予了他一个，说那你也给俺家孩子添点好彩头。大胖媳妇也没明白这个考研和内裤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稀里糊涂就套上了，穿了一天。结果那孩子考研成绩出来了，考得特别好，孩子这俩家长过去就开始复盘。你说咱家孩子叫刘芬婷，这个小外国人又是个加拿大人，加拿大人穿着紫裤衩助威芬婷，那不就是指定加分吗？指定加分吗？这事儿就传开了，说他这个指定零，尤其是媳妇要叫彩铃，叫彩铃。这不现在今年高考快到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准备回铁岭了。现在就是预约的人太多了，火，而且人家长是真用心的，就张天一的家长还寄来了他们给大胖媳妇量身定做的绿旗袍，还特意叮嘱我要把旗袍开叉那个地方缝的2针虚针剪开，一定要出那种旗开得胜和指定能行交相辉映的那种感觉。就是现在预约的人太多了嘛，我一算这个人数，大胖媳妇站在考点门口都得中暑。但是家长们呢，真是一片苦心，红包都准备好了，就一定要给我呢，就只能给大胖媳妇准备个白板，每个学子啊举5分钟，每5分钟就得换个名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我这个算不算是就传说中的坑位费呀？坑位费呀！而且你说这么多家长，你拒绝谁都显得不公平，要不然就摇号吧。现在这个旗开得胜、指定能行、指定加分、指定能灵都全了，但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演练了也就10分钟吧，他就已经汗流浃背，浑身都湿透了。然后这个紫裤衩呢，就它质量太差了，那个色掉的哈，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，我只能跟你们说，大胖媳妇现在这个指定啊，它已经半永久了，半永久。今年考研考编还能用上。我说完了，你这去澡堂洗澡多丢人呢，这屁股这色儿指定不掉了。他说问题不大，明天回去搓一个大套，指定能掉，指定能掉。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？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。现在我婆婆、我公公、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，今年夏天要一起来。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。有一天晚上在铁岭，俺家所有人说这搓澡。温迪本来想拒绝，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，怕挨打，最后只能从了。但走之前他说，去搓澡也行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。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，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。上了搓澡台，搓澡之后啪就打他一下。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？温迪说，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？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。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，让我翻译说，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，我是搓2面还搓4面啊？温迪说，搓可见面，搓可见面。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，一边搓一边说，你这个票啊，本来是带奶搓的，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，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。你说，那我收起来了啊。温迪等家坐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。搓澡师傅说，对呀，那你也不能搓呀。温迪说，对呀，但是我能喝呀。早达过来，咱娘俩一人一袋，来给奶炫一个。早达还挺感谢他奶，说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，奶奶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儿变得如此慷慨吗？他奶说，你想多了，奶只是一个巧合。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，我更给你；除非我带的是酒搓，那我就自己喝了。搓完澡，温迪基本就放飞自我了。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，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。我说温迪，2楼这个是自助餐，你别不好意思。但是呢，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，没啥好吃的。没想到温迪十分激动。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，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，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，我差点都放弃了。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，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。不是啥呀？你说蛋炒饭呢？我以为我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，难道不是这样的？你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就不是这样的。温迪非常懊悔呀。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，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，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？早达说，奶呀，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。然后在自助餐区，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，但坚决不溺爱。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，但是它收费。温迪想来想去，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被拿铁要走了，温迪就又买了一个。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的，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，又去管奶奶要新的，上来就要啃。温迪，拿铁张穆赫兰，你已经2岁了，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是啃老这一套跟我绝对不好使，不信你问你爸去。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，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。我说那就没办法了，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，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。春天都到了，我们领拿铁早大出来玩，晒晒太阳动一动，抓住黄金期长一长。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，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激凌。迪巧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，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，你们也快加入吧！不光动得多，还得吃得好，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，再来点迪巧小黄条 K2 钙，独立包装更卫生，进口钙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，都要来铁岭整大套。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家一下，哎呀妈，这老多人！但大胖媳妇的回答非常明确，你们来也行，但是家里不够住，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，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，你们做好预算。我公公一算，这开销也太大了。温迪邪魅一笑，老公，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，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，还给牛奶，而且炒饭随便吃。她老公说，谁跟你一样人，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？人家我爱吃炒面，爱吃炒面。
我婆婆回加拿大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高低要搓澡，不搓不行。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，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。温蒂他们要走了，这是温蒂第3次来中国，第3次走。临走之前呢，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，希望我能替他完成。都有啥呢？第一个就是搓澡。温蒂第1次来的时候，听到搓澡这个概念，吓得直哆嗦，他拒绝的很彻底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脏。温蒂第2次来开始动摇，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，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。给温蒂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，给温蒂搓服了。她是温蒂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，温蒂记住了她。然后这次温蒂来第1天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，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，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，但是一切都不对。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。但搓澡这个事儿呢，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，我给忘了。铁岭的最后一天，温蒂看我不在，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，高低搓了一个澡，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，最后才满足离开，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。姐姐，你让那个叔叔给豆牛奶了吗？奶奶说太贵了，我们没有加牛奶。那啥玩意呢？你下次找我，我给加奶。OK。他们在里边搓奶浴，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。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，我人都憔悴了。还好我有欧诗漫真白银美白套装，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，能改善皮肤变黑，高效美白，不容易反黑，还有很多舒缓成分，上脸不刺激，贼舒服。温蒂临走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，一定要加火腿肠。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，全世界中国无敌，就中国最好吃，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。温蒂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，每天就找薯片、冰淇淋和快餐充饥。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，但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，什么扬州炒饭、牛肉炒面、饺子啥的。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，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，贵的不行。哎，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，痴迷到啥程度呢？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，那高速上每一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。我说那这咋整？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。给温蒂乐坏了，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。他说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面了，随地方便面了。回到北京，温蒂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大铁从幼儿园放学。然后温蒂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。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大铁咋想的，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？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，那她肯定不一样啊。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？这么多外国人呀？哎，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个事儿，给我逗稀了。我老公头一回来铁岭的时候跟我们去烤肉店，他当时汉语太差了，根本就是啥也听不懂，尤其是东北话。他呢就听所有的顾客没事就喊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然后服务员就来了，他呢就以为这个换个篦子就是向服务人员求助的意思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 ，waiter come please。然后他呢还怕自己说的不准确，还问我表弟，你刚才咋说的？换个篦子。然后我表弟还耐心纠正他说，你这句话在烤肉店，你得说的得有气势，你就是重点不在子上，在篦上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第2天呢，我老公就被带去搓澡了。刚上搓台，那个搓澡师傅往他身上泼了一盆水，完就让人给叫走了。他在那一躺着，都自然风干了，那人没回来呢。完人我表弟搁旁边正冲呢，就听挺老远，这大白胖子嗷家一声，换个篦子，换个篦子。澡堂当时都静了，就鸦雀无声。搓澡师傅吓一跳，过来，你要干啥？我老公在搓台上躺溜直，非常认真的看着搓澡师傅，换个篦子。那搓澡师傅寻思半天，问他，你要翻面啊？